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是丽姐，咱又见面啦。感谢大家一直以来愿意听我唠这些相亲故事，要是觉得故事还不错，就当给丽姐我一点小鼓励，打赏请我喝喝茶，那我就更有劲儿给大家讲更多有意思的事儿喽。今天给大家讲个让我哭笑不得的相亲故事。这事儿啊，说起来真让人头大。前几天婚介所来了个35岁的姑娘，叫阿芳。她从广州回咱们老家村里都1年多了。这姑娘一进门就跟我大倒苦水，那架势就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知心大姐。丽姐呀，我这1年在村里待着，连个介绍对象的人都没有。早知道这样，我真该早点结婚的。阿芳满脸懊恼，眼神里透着无奈和焦急。我一听，心里就想，妹子啊，你这话咋说的？谁不想早点遇到对的人呢？可你瞅瞅你这条件，啧，心里这么想，嘴上还得先安抚他。紧接着他就开始讲自己找对象的要求了，那劲头跟列工作任务清单似的，一条一条清楚得很。丽姐，我这人条件不错的，找对象肯定得有标准。首先啊，对方必须是本科以上学历，身高最少175以上，年收入起码30万打底，最好在广州有房有车。阿芳一边说，一边掰着手指头，好像这些条件就是她幸福婚姻的标配。我一听，心里暗叫不好，完了，又来一个挑花眼的主。就他这要求，在咱们这地儿可不好找啊。还没等我开口，他又接着说，还有啊，年龄最好比我小2岁，长相得帅气阳光那种，工作最好是事业单位或者国企。我实在忍不住了，赶紧打断他，阿芳啊，姐得跟你说实话，你这要求实在是……我犹豫了一下，寻思着怎么说能让他容易接受点。结果他还不高兴了，眼睛一瞪，丽姐，我这要求很过分吗？我觉得以我的条件找这样的对象不过分吧。那语气带着点不容置疑，好像他的要求天经地义。就在这时候，我正好约了个98年的小伙子过来。这小伙子在镇上机关单位工作，人特别踏实稳重，虽说工资没阿芳高，但人品那是没得说，周围人都夸。我想着说不定他俩能成呢，就赶紧说，阿芳啊，来给你介绍个小哥哥认识。谁知道他一听对方年龄，当场就翻白眼，啊，98年的，那不是比我小7、8岁吗？太小了吧，而且工资才多少啊？那嫌弃的表情就差把看不上3个字写脸上了，这下可把在场的小伙子给惹火了。本来挺温和的一个人，脸一下子就涨红了，也不客气地回怼道，姐姐，不是我说你，你都35了还这么挑剔，你是不是对自己的定位有点问题啊？现在的适龄男青年，谁不想找个年轻漂亮的姑娘？你觉得你开这些条件合适吗？哎呀妈呀，这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，场面尴尬的脚趾都能抠出3室一厅。阿芳气得脸都红了，像被踩到尾巴的猫一样，立马反驳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条件这么好，凭什么不能挑？小伙子也没打算让步，继续说道，是你工资高，但婚姻可不是在摆简历。你有想过为啥到现在还单身吗？年轻时候眼高手低，现在还这样，你这哪是在找对象，分明是在筛选精英。我这个当红娘的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两边都不是外人，忍不住也说了句，阿芳啊，姐实在是为你着急。你瞅瞅现在村里的闺女25、26岁就都成家了，不是姐说你，你这要求也太离谱了。你要求对方各方面条件都比你强，人家凭啥要找个比自己大这么多的啊？现在的男人但凡条件好点的，哪个不想找个年轻漂亮的？你总说自己条件好，可在婚恋市场，女性过了35岁，这就是个硬伤啊。你就算工资再高，也得现实点。我苦口婆心地劝着，希望他能听进去。你要真想结婚，就得调整心态，找对象得互相包容，互相欣赏。你现在这样眼睛长在天上，咋可能找到合适的？我继续说道，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他看。阿芳听了，眼圈一下子就红了，声音带着哭腔，可是丽姐，我不想将就啊。那模样看着还挺让人心疼。我叹了口气，语重心长地说，谁说让你将就了？姐给你介绍的都是条件不错的，可你总觉得不够好，你要求这么多，那你自己能付出啥？
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儿，又不是在招聘高管。你看看现在的婚恋市场，那些条件好的男性，人家凭啥要找个35岁的？你就算年薪50万，人家也更愿意找个28、29的姑娘啊。这就是现实。我接着给他分析，希望他能清醒点。听了我这番话，阿芳终于有点明白了。她擦了擦眼泪，小声说：丽姐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可能是我太理想化了，我赶紧安慰她：傻姑娘，姐不是说你不好，而是希望你能认清现实。你要求那么多，把自己困在这个小圈子里，咋可能遇到真心喜欢的人？你看看隔壁村的兰姐，也是33岁才结婚，找了个比她小2岁的，人家现在过得不也挺好的？关键是两个人真心相爱，互相包容。我给她举例子，希望能给她点信心。这不，第二天阿芳就给我打电话，说想通了，让我再帮她介绍合适的。这回她的要求实在多了，只要人品好，有上进心，年龄相仿就行。各位朋友们，你们说这是闹的？现在的大龄女青年啊，真是太容易陷入这个误区了。年轻时候觉得自己条件好、眼光高，等年纪大了反而更挑剔了。这样咋能找到真爱呢？就说前几年有个姑娘跟阿芳情况有点像，她也是在大城市打拼，事业做的那叫一个风生水起，收入挺高，人长得也漂亮。但找对象的时候要求男方必须是海归，得有自己的公司，资产得上千万，身高185以上，还得长得像明星一样帅。我给他介绍了好几个，不是嫌弃人家创业初期不稳定，担心以后经济上有风险，就是觉得人家身高差那么1-2厘米，不够完美，就这么挑来挑去，错过了好多本来能深入了解的机会。后来年纪越来越大，家里人着急，他自己也开始焦虑了，可一到相亲的时候，还是忍不住挑3拣4。还有个姑娘，自身条件也不错，在一家不错的公司做中层管理，收入也挺可观。她要求男方必须是公务员，工作稳定，而且要在市区有大3居的房子，车子还得是豪华品牌。每次相亲，她就像面试一样问各种现实的问题，把男方弄得特别紧张。有个男生其实各方面都还可以，就是房子在郊区，他就直接拒绝了。后来那男生通过自己努力，在市区买了房，可这姑娘还是觉得不满意，觉得错过了最佳时机。就这样，她一直单着，其实心里也挺难受的，但就是放不下那些高标准。所以啊，丽姐今天就想告诉大家，找对象可不是挑商品，不是看谁条件更好就行，而是要看两个人合不合适，能不能包容对方的缺点，一起成长。特别是超过35岁的女性朋友们，一定要调整好心态，不是让你们降低标准，而是要有合理的期待。你想要的太多，最后可能啥都得不到啊。就像我认识的一对夫妻，女方34岁才结婚，她之前也挑了很久，后来遇到男方的时候，男方工作一般，收入也不算高，但人特别踏实，对她特别好。她一开始也有点犹豫，觉得男方条件不是特别理想，但相处下来发现男方很有上进心，为了能给她更好的生活，努力学习提升自己。女方也被男方的真诚所打动，两个人一起努力，现在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男方后来换了更好的工作，收入也提高了，他们还买了自己的房子，有了可爱的宝宝。这就是因为他们懂得互相欣赏，互相支持，而不是只看对方的条件。再说说另外一对，女方36岁，男方38岁，两个人都经历过几段感情。女方之前找对象，总觉得对方不够浪漫，或者不够体贴。男方则觉得之前的对象太物质，不够懂他。后来他们俩经人介绍认识，一开始也没觉得对方有多完美，但相处过程中，他们发现彼此都很善良，很有责任心。虽然没有那些轰轰烈烈的浪漫，但平平淡淡中却有着一份温暖。他们互相包容对方的小缺点，一起为了未来努力。现在他们结婚后，生活很幸福，还经常一起出去旅游，享受生活。所以啊，婚姻可不是一场交易，不能只看表面的条件。两个人在一起，最重要的是心能走到一块儿，能一起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。回到阿芳这儿，她能想通，我是真高兴。希望她这次能遇到合适的人，过上幸福的日子。接下来，丽姐再给大家讲几个类似的小故事，
大家就更能明白找对象这件事里的门道了。有个叫小敏的姑娘，也是30多岁了，在一家外企工作，收入不错，人也挺有气质。她找对象的要求是男方必须精通至少2门外语，最好是从事国际贸易相关工作，而且要有艺术细胞，能欣赏各种艺术展览。我给她介绍了一位男士，是做外贸生意的，英语和法语都很流利，平时也喜欢画画。本来觉得这俩挺合适的，结果小敏嫌弃人家参加艺术展览的次数不够多，觉得对方不够热爱艺术，后来又陆陆续续给他介绍了好几个。他总是能挑出各种毛病，不是觉得对方说话口音有点重，就是觉得对方穿衣风格不符合他的审美。就这么一直拖着，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个结婚生子，他自己也越来越着急。还有个叫雅琴的姑娘，32岁，在一家金融机构上班。她要求男方必须是金融行业的高管，年薪100万以上，而且要在市中心有一套大平层。有一次给她介绍了一个在金融行业发展的很不错的男士，年薪也快接近100万了，在市区也有房子，不过不是大平层，而是复式。雅琴一听不是大平层，直接就拒绝了进一步了解。后来又遇到一个各方面条件都符合她要求的男士，但是在相处过程中，她发现男方有时候工作太忙，没时间陪她，就又觉得不满意，就这样错过了一个又一个可能的缘分。其实啊，像小敏和雅琴这样的姑娘，自身条件都不差，就是在找对象的时候把标准定得太死，忽略了感情中最重要的相互理解和包容。希望今天丽姐讲的这些故事和心里话，能给正在相亲或者准备相亲的朋友们一些启发。找对象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，需要我们用心去对待，但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相信缘分，相信那个对的人正在某个地方等着你。好了，今天的相亲故事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大家觉得有意思，别忘了给丽姐点赞支持哦。要是还想听更多有趣的相亲故事，记得关注我，咱们下次接着聊。大家要是身边也有一些有意思的相亲经历，也欢迎来和丽姐分享分享，咱们一起乐一乐，说不定还能给其他朋友一些借鉴呢。